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今天的这个影片呢，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一颗加德利亚兰类的兰花，它的名字呢叫做 Tropical Pointer Cheetah。今天的影片呢，除了欣赏这颗兰花的开花状况之外呢，我们也会来讨论一下加德利亚兰类的兰花，它的一个生长条件跟我们给它的养护大概是需要哪些部分的注意，它们才会长得比较好一些。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开始今天的影片。其实在我这边100多颗兰花里面呢，其实我还特别为了做这个影片，我还特别去数了一下，我的加德利亚兰类的兰花大概就是不到10颗，好像只有8颗吧。那这一颗呢是唯一一颗就是年纪比较大的。我当初买的加德利亚兰呢，我都想要买小颗一点的，所以我其实我都是买小苗来养，所以呢还没有开花的那些应该都还是属于非常年轻的未成熟株。那这一颗买回来的时候它就是成熟株了。那其实是在2019年的年初啊，我其实是无意间发现它有这个花苞的，因为其实这颗兰花呢，因为我加德利亚兰没有很多，所以我其实对它们的养护呢，就是我想到了才浇水，而且我不是常常给它们肥料跟我养护蝴蝶兰的方式很不一样。因为加德利亚兰呢，它们其实因为它有球茎的部分，所以呢它们其实可以更耐旱一些的。当然你给它水的频率可以多，但是呢你的介质还有你的环境一定要对。那先说一下加德利亚兰好了，比起蝴蝶兰来说，加德利亚兰更需要阳光，充足的阳光。蝴蝶兰呢，它需要的间接阳光光度不需要那么强，但加德利亚兰呢，跟比如说万代兰啊，它们这样的兰花品种需要的阳光的强度是非常高的。一样是间接阳光，但是需要更明亮。再来呢，它们也比较需要浓度稍微高一点的肥料，所以呢，这颗兰花一般来说，我给的肥料大概就会是50%浓度，就是大概一半。那我应该就是通常1个月一定会有一次是用清水来对它做冲洗，所以大概1个月就是施一次50%的肥，然后1个月会另外一次呢是就是泡着，用清水泡，让它泡到很湿很湿，然后沥干再放回去。那可能再过2-3个星期，我想到了再重复的施肥的动作，然后呢再过2-3个星期呢，下一次我就再只用清水再给它泡。这颗兰花去年也有开花，然后去年开的花我忘记是1朵还2朵了，但是去年的花明显它的花比较小，今年的花我感觉比印象中的之前开过的花都还要再大一些，所以跟这个养分上面，还有我对它其实有挪到就是最上层阳光最多的那一层架子上，然后是在最明亮的角落，可能也有关系。这颗兰花目前的介质呢，还是在买回来就没有换过介质，我还没有换过盆。这颗因为它是树皮，那我看它树皮的这个样子我其实有添加几块树皮进去然后就这样子，我没有对它做任何的换盆，因为那个盆子容器我觉得还够大，而且它介质我看起来那树皮呢还可以再撑一段时间，所以我就不对它换盆。原因是因为加德利亚兰它们的根系非常非常的敏感，比蝴蝶兰来说更敏感。有时候呢，其实你稍微把它就是弄裂弄断伤到它那条根就会死掉。那加德利亚兰其实我觉得啦，它是属于更是属于不爱被打扰型的兰花。有些兰花很快换盆，它很快就会去适应，但加德利亚兰我发现换盆时机不对基本上它那一整年基本上有时候生长是属于停滞的。那换盆的时机最好的时机就是在春夏季暖和的时间之外呢，看它自己本身有没有再长新的侧芽出来，因为新的侧芽长出来，它接下来就是要长根嘛。
那如果你能够在它还没有长新根的时候，有侧芽出来的时候就换盆如果天气够暖和，你换盆，它就能够在长根的时候呢，顺便长到介质里面去，它的根系就会自动去抓住一些介质，然后往下长。这样子，这颗兰花有稳固的感觉之后呢，这样它新长出来的这个侧芽，如果你也给够肥料，给够光线跟湿度的话呢，它这个新的侧芽应该就会长得比较茁壮，也就比较容易能够开花。这颗兰花呢也有香味，不过它头一个星期开花头一个星期是完全没有香味的。它过了一个星期之后呢，在白天还有中午的时候呢，我才能够闻得到香味。它也不是那种非常非常香的兰花品种，我还是鼻子需要比较靠近才能够闻到它的香味。不过呢，这颗兰花的特点，我觉得是在于它的斑点。然后还有就是它的唇的部分是有很明显的这个很传统式的加德利亚兰的唇，就是紫色跟黄色这样的一个颜色的配合组合，再加上它的这个斑点那这一款其实我还看过有些人的斑点是粉红色的，那我这一款它的斑点是属于紫红色。那去年开的花可能养分上也有不同，所以它去年开的花背景比较偏白，今年开的花呢，它的颜色就比较黄一点比较饱和一点。那我感觉到它的花型除了大一点之外呢，它的厚度也有增加。那既然这颗兰花是种在树皮我就稍微跟大家聊一下，就是说树皮这样的介质，其实树皮它是一个蛮好的介质，而且其实从传统的养兰的这个就是历史的演变来说树皮其实是当时加德利亚兰在风靡全球的时候，大家所喜欢使用的介质，它还是一个很好的介质，只是因为它颗粒的大小，当然有大有小，但是就是说你用这种介质养兰花有2个比较要注意的地方。第一个就是你的环境上的湿度一定要够高，否则的话呢，它的介质就很容易会干掉，那你就必须要常常的浇水，那你就必须要去考虑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时间能够每一两天2、3天就浇水。我个人喜欢每1个星期甚至10天浇1次水，所以呢，树皮对我来说就不是一个很好的介质。那第二个，它是有机的，也就是说树皮过一段时间2、3年它就会老化而分解。那如果你不换的话呢，它因为分解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些比较酸性的物质，所以就有可能会对兰花的根系造成伤害，导致烂根。所以呢，有机介质再加上它这样的一个就是容易干的特性，如果你湿度不够的话，它这样种起来呢，你就会发现你好像常常要浇水之外呢，1、2年、2、3年你可能就要换介质。那你换盆的时候呢，根系如果有受到伤害影响那你就会发现这个兰花就是健康的这个程度就会时好时坏，时好时坏。那也就是为什么我很多兰花我喜欢用无机介质，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必要，我就不需要出盆，不用担心介质老化而需要换盆的动作。那你可以看到现在这边兰花它呢里面有一个圆的塑胶盆，那个是我拿来泡这颗兰花的时候用的。那在外面这个玻璃的这个容器里面还有一些小石子，一般来说里面它是有一些水的，那就是让它能够增加周围的湿度那你可以看到它的叶子其实没有非常非常的饱和饱满，原因是因为这颗兰花呢，其实我是想到才会浇水，我不是常常每1个星期或每次浇水就对我的蝴蝶兰浇水施肥的时候，我都会对这颗兰花这样做那样的动作，不一定，有时候我是想到才做，因为这种兰花它还是比较喜欢就是干湿很分明，然后干一段时间它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它自己本身球茎里面就有蓄水的功能。当然如果你给它水多一点，不要太过多多一点的话，它的球茎会稍微饱满一点，叶子也会饱满一点，比较好看。但这颗呢，它是属于比较偏干一点的这样的养殖方式，但是呢它还是有来花，而且是在就是最新的这一个侧芽的这个球茎成熟之后来花，所以呢还是 OK， 只是说这颗兰花呢也许没有达到它真正的这个潜力，但是呢一样有花可以欣赏，而且对我来说呢，对它的照顾也不是算相当的费心费时，所以呢我还是可以接受的。
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蓝，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